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伤心了吗？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那就是改革开放派领导人、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因患白血病以及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那江泽民老先生的去世，也就佐证了为什么上个月的20大的时候，江泽民先生没有去现场。一个原因呢，可能确实是因为病情比较重，行动不方便，所以呢没有去。第二个原因呢，也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不想去。因为你们看啊，英国女王去世前一天还勉强的接见了英国女首相特拉斯，对吧？面具人，我今天也是刚下飞机啊，本来说想休息一天的，但是呢，得到了这个沉痛的消息，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纠结的，所以呢，就勉强的提起疲乏的身躯，坐了20几个小时的飞机啊，再给大家做一期节目。青蛙先生的一生呢，有功有过，但是我们站在自己的个人自由和利益的角度上来审视江泽民的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令人回味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重要，我想大家一块儿来清空一下自己的大脑，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的这期节目是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一期。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我都充满了泪水。为什么呢？来，你们仔细听好了。在讲正题之前呢，请你们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政治预警以及财经分享的话，挺可惜的。那顺便把今天的这期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而且呢，我在每期节目中间都会随机的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以后，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小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领取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的 NFT 了啊。好，我们来讲正题啊，那就是江泽民先生对中国的发展还有改善民生来说，贡献是不小的。你们看，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而真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成果的，恰恰是江泽民。他和朱镕基搞的下岗制度，还有军队不得经商，砸了很多人的铁饭碗，所以呢，导致很多人骂他，因为他剔除掉了很多占着茅坑不拉屎白领工资的人，就跟现在习近平搞的巨大的公务体系是，搞了那么多人领工资，什么社区的一个小的区委书记、社区书记都能拿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去赚钱，对吧？江泽民不，江泽民在那个期间啊，把这些人都给剔除了啊。由于把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给剔除掉了以后，刚好就给予了很多中下层人发展和就业的机会。那这是深化改革，而江泽民提倡加入 WTO 也实现了啊，并且呢，他还全面的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教材，包括英语、历史、文学、物理、化学、数学。在娱乐方面呢，它完全开放国外动画片、电影以及迪士尼呀、日本动漫呀，像什么皮卡丘呀、四驱兄弟呀、足球小将呀、米老鼠、猫和老鼠啊，什么战斗暴龙兽呀、黑猩猩队长呀，港台的电视剧、电影呀，都是那个黄金年代大家都能接受到的。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呀。江泽民那一期啊，那一批人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可以和世界的多元文化、普世价值直接接轨。那这是深化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啊，给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比如做出口呀，这些很多的利于中国人民生和赚钱的事情，把它给一锤定音了。如果说改革开放是让中国人有劳动价值，那加入 WTO 呢，就是让中国人有资本价值，人人都能带货了，人人都能卖东西了，并且呢，你的订单、你的产品可以与国际接轨，打开了更多的销路，提高了更多的就业。大家仔细回想一下江泽民的那个年代，
你在那时候，你做生意，你开店，就算是摆地摊啊，有没有那么复杂的程序啊？或者说是开个出租车呀，开个小餐馆呀啥的，你就直接开了啊，最多就是在政府那边申请一个执照，而且非常的简单，政府还鼓励你去经商，鼓励大家下海，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做生意有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不让你弄，那不让你干？你做任何一个小生意都要这里审批，那里报备，层层加码。而且呢，这些官员啊，层层加码以后还要吃你的回扣，对不对？江泽民时期的官僚主义有现在膨胀吗？你看现在啊，好家伙，一个社区书记啊，一个小小的社区保安啊，就能把人家掏钱买的房子给你完全的控制死，还不能让你出入，把你的门焊死，直到你最后呢，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活活的烧死，或者呢，就是把你封到家里面，不让你出去买饭、买菜、买吃的，然后呢，就给你卖高价菜。啊，把你按在房子里面扒你的皮，或者是2半夜把人拉出来去隔离，要么翻车给死了啊！你就算不死，也是到了方舱，一天几百块钱的隔离费，而且呢，连人权自由都没有。各位，你们说江湖时期它也有非典呀、禽流感呀，那他们不但没有封人啊，没有把人家的门焊死，反而呢还经常的到灾区去慰问。那你看习近平呢？除了给外国人大撒币，除了给外国人慰问，他还干啥了啊？中国是哪里有难，他就从哪里躲出去啊！而且习近平还要把自己的国民往死的整，还不让说话，这不让干，那不让干。你看，在江湖时期，你玩网络游戏上网，哎，要不要实名制？你随便打开任何一个聊天软件呀、网络游戏呀，你直接就玩了。就跟现在的美国是一样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你随便玩哪个网络游戏，用哪个社交媒体，你都不用实名制啊。你在那个时候，你在网上骂共产党、骂江泽民，骂了也就骂了，你就算把你的 QQ 头像换成江泽民，换成蛤蟆也没事儿。面具人，我以前玩传奇的号就叫江泽民啊，拿着裁决到处砍人啊，我的名字就叫疯狗江泽民啊，见谁砍谁啊。而且在网上，你说你聊个天打个字也没见过，哎，你一打字出来的全是叉叉 OO 星号井号，要么就是发不出来，显示不出来。现在呢？现在你发个啥他妈的点个赞都是违法的了，你发帖发文还要显示你的发帖地址，你家地址，好直接把你拉出来秋后算账拉清单啊！你说现在人活得像不像个人样啊？走在路上拿一张白纸拿朵花都是反革命了。现在看个世界杯，连观众席都给你剪掉了。我问你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况且江泽民本人的知识水平也是中国领导人里面最高的啊，精通多门外语，而且物理化学也是样样精通。他在和俄国、美国、日本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外交交流的时候，他可以做到不用翻译，并且呢用本国语言直接交流，而且还是脱稿的。可是你看咱们现在的小学生皇帝呢？啊，动不动就是不好办了，威胁外国人了，然后呢还要拿个小本本，拿一张纸念来念去的，念都念不到一块儿。哎，各位观众，你们看这些图片啊，你们看到没？江泽民、温家宝教你们的是什么？学习知识，探索宇宙。来，你们再看下面这张图啊，习近平都教的是啥？摔、打、砸、斗啊，满满的文革思想，没有一点科学知识。来，再看这张图啊！早在2008年的时候，他就在上海交通大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指出：一，要在机器学习领域有所作为；二，要加大对 GPU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力度；三 ，SOC 将成为系统芯片的发展方向；四 ，SaaS 将是软件产业的转型机遇；五，要着手研究 OLED 等代表未来的显示技术。各位观众，这是2008年啊，距今是14年之前。在那个时候啊，手机 OLED 的屏幕还没有普及呢，远远没有普及，包括 GPU 的大开发，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AI 领域都没有大力蓬勃发展呢。14年之前呀，江泽民就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科技行业、民生行业的应用大发展的未来啊。观众朋友们，正当我们万众欢度除夕的时候，
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到基层单位向广大群众祝贺新春佳节。这里是北京郊区窦店村，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这里看望过节的乡亲们。送你们一个过年了，送个鸡啊！哎，那是鸡年的，总书记递给他，总书记递给他。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北方这个过年吧，3件事，包饺子，放炮，看电视。那么今天呢，您和这个窦店的农民一起包了饺子，那现在呢鞭炮声也是不断，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恐怕就是看电视。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您对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同时也对全国人民讲几句，好吗？好，明天应该说就是鸡年就要来临了。鸡年的新春来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的各族人民，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的侨胞拜个年，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欢乐。不过，今天在这个万家团聚，在这个大家共度佳节的这个夜晚，我们在各个行业、各条战线上，还有许多继续战斗在自己岗位上的同志们，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我也就是机会要向守卫在边疆以及进行若干的巡逻任务的我们的广大的解放军的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致以节日的问候。我衷心的祝愿明年这个鸡年能够风调雨顺，能够我们的国家走向繁荣昌盛，使得我们全体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谢谢你。好，也谢谢您。各位，我就问你，习近平能看到啥？习近平就是能看到给世界经济把脉，指引地球转动的方向，然后呢，就是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把别人斗倒啊，互相战斗。他不提倡你们什么去探索科技呀、探索未来呀、探索技术应用、探索宇宙，他就是号召你们，哎，你斗我，我斗你，来看看周围的人有没有谁能打倒，有没有谁能把谁比下去、干下去，啊，各位，你们看现在这个社会都成啥了？啊，习近平现在要号召搞那什么小小的小孩巡逻员啊，觉得现在用大白去维稳社区居民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啊，民怨太大了，大白稳不住了。那不行，那就让小孩去上嘛啊，12、13岁的、10岁的小孩来维稳你们，不让你们出来啊，你们成年人可以打大白，那你们有本事来打这10几岁的小孩一样啊，能打吗？对不对？习近平搞这个事情，他就相当于是让那些妇女儿童去挡子弹，是异曲同工啊。你说让成年人大白来维稳你们，你们不愿意可以反抗，来，我现在让小孩来维稳你们，来，你把这小孩给我打了，你试一下。这真的是泯灭人性呀，逼人就这样互相的一点一点的践踏人性的底线。各位，你们想一下啊，当年30多年前、20多年前啊，20多年前，如果没有江泽民搞这些深化改革开放，搞那些开明政策，那我告诉你，7、8、90后啊，基本上现在还都是思想残疾的一代。你让习近平提前上台20多年啊，中国现在早就是朝鲜了，甚至比朝鲜还惨。为啥呢？大家来看现在新闻表面上给你们说不做核酸了，但是呢，现在没有核酸不能出行，等于你们是直接原地的彻底的被困死了。为啥啊？你出行要凭核酸码呢？现在没有核酸啊。
然后呢，现在习近平要准备杀内狗了啊，拿这些人出来收割民怨，顺便呢把这些核酸企业白手套都收割了啊，杀鸡儆猴。然后呢，把这些核酸企业收拾完了以后，他把这些回收到自己手底下了啊，骂名是核酸企业杯，然后呢钱是他赚，然后继续做核酸。各位，这还不算啥，我说了，中国人的未来会是非常非常悲惨的。现在山东啊，直接搞了个230亿兴建大型全面永久性的方舱，15个城市，每个城市都要建立10个以上，总计加起来要建好几百个。这只是山东啊，全国其他的省市也一样啊，都要建立非常全面、非常广泛的方舱。我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讲过了，中国将会以村县区市全方面、全单位的大型大范围的都要建立方舱。你们知道这是为啥不？这就是为了你们以后2点一线而建立的。什么是2点一线呢？哎，各位可以去百度上搜一搜，那就是你从睡觉到上班2点一线。各位来，你们看图，富士康员工回到农村，在农地里自己建立起了简易方舱。各位，你们看懂了这是什么节奏不？哎呀，你建什么简易方舱呀？来，到时候党给你们建个好的方舱，永久性的大型的方舱，你们以后啊在农地里面种地、吃饭、睡觉都可以在这个方舱里面完成，多方便的，不用跑来跑去的，哎，多方便工作效率的，提高了你们种地的效率，提高了你们的粮食产能，对吧？这是农业方舱，无独有偶，工业方舱也开始了。各位，你们看图。工业园区建方舱，清华教授李稻葵最新的建议提出，我们不能自毁长城，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的产业链。我们可以把一线工人暂时集中起来，在工厂旁边给他们建立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板房，哪里都不能去，吃住什么的只能在这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边搞生产，一边可以隔开，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那观众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什么农业方舱、工业方舱啊，这是穹顶计划的一部分。那什么是穹顶计划呢？这个我留在以后再告诉你们，你们可以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就行了。各位，目前啊，党已经开始心理按摩了，虽然是在一正一反的带节奏啊，觉得什么农业方舱呀、工业方舱呀，有点太直接了。不一定很好，哎，这是给你们心理按摩呢，循序渐进呢。但是党最终肯定会把这个实行的。面具人，我之前预判的哪个事情没有预判准？来，老观众可以给我说一下，我之前说的健康码呀，包括疫情的管控呀，健康码能传染呀，包括要把你们锁在家门，你就算下楼呀，你去哪儿都可以把你监控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哎。面先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我已经是在提前2、3年之前就告诉你们，让你们赶紧出国躲离这个东西。哎，现在没听我当年话的人，是不是有点小后悔啊？我在上一期节目也给你们说过啊，应该是上期节目啊，上一期节目也说了啊，习近平要给军队许诺最大好处。你们看图。以后中国的军队，包括军人家属啊，都有免费公寓住，免费的房子分配。那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问题了，这非同小可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事件。以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只有习近平和军人阶层，军人阶层帮习近平稳江山、打江山呀，控制你们这些劳动力呀。其余的老百姓全都是生产劳动且无产的阶级，纯的韭菜，而且呢，连钱都不用给，就拿数字人民币吃供销社用大锅饭用供销社吃大锅饭就行了。人民食堂嘛，社区食堂、社区供销社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好好上班，上班了以后挣到数字人民币了以后，你就去供销社买点用的，然后呢去人民食堂、去社区食堂吃点东西就行了。你还要钱买什么其他的东西呢？不需要嘛，人家人人都是平等的，别人吃啥你吃啥，别人用啥你用啥嘛，你也不存在心里有落差了，谁比你吃得好，谁比你用得好了，对吧？这就是共产主义，人人平等嘛。平等社会已经实现了，你还有啥不高兴的
可是呢，在以后的未来啊，军官们当兵的想要啥，他可以直接从你身上拿就行了。因为人家是有产阶级，人家是军爷，人家掌握着枪杆子，人家就是你的监工，人家就是来控制你的，明白了没？你只是一个无产阶级农民工，无产阶级奴隶啊，无产阶级伟大工人，明白了吧？各位，祝你们未来幸福，这就是你们接下来的生活，你就偷着乐吧。下一期呢，我会着重的讲一下中国人的一些思维进步慢，以及为啥中国人的名声会越来越差的深层问题。大家可以点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的收到我的更新了。祝各位好运，接下来享受幸福吧，再见。1926-0817